运球就看 Uncle Joe， 战术就学 Coach Lu。大家好，我是非官方指定鲈鱼 Coach Lu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。约基奇军训浓眉，詹姆斯一筹莫展，掘金成湖人最大克星。在这场掘金与湖人的背靠背激烈交锋中，剧情宛如好莱坞精心编排的大片。湖人似乎携带着主角光环，准备一路高歌猛进，却不料被掘金的两大巨星约基奇和威少以惊人的能量反击，瞬间卷入了一场风暴之中。仅仅3节半的时间，掘金队便以一种几乎碾压的姿态将湖人的希望彻底击碎。不得不承认，这场比赛湖人的表现着实有些失色。回顾两位内线巨人的成长轨迹，安东尼·戴维斯的篮球天赋堪称历史级别，他以状元之姿踏入 NBA， 起点之高远超约基奇这位41号新秀。当戴维斯跻身最佳阵容1阵时，约基奇还在替补席上默默耕耘。早期的对决中，约基奇在戴维斯面前显得黯然失色，几乎构不成威胁。然而时光荏苒，仅仅几年的光景，约基奇实现了惊人的蜕变，不仅成功逆袭，更是在近几个赛季连续斩获 MVP 殊荣，稳坐最佳阵容1阵的位置。如今约基奇在 NBA 所获得的荣誉已然让戴维斯仰望，成为了后者需要奋力追赶的榜样。就在与约基奇的对位中，戴维斯遭遇了本赛季最为低迷的一战。整场比赛下来，他19次出手仅命中6球，3分球更是2投全失，最终贡献了14分、10个篮板、3次助攻、3次抢断和2次盖帽。这是戴维斯本赛季首次得分未能突破20分大关，同时也是他投篮命中率最低的一场比赛。若将这场比赛放入本赛季的整体背景中审视，戴维斯的表现确实显得有些异常。但考虑到对手是掘金队，这样的结果似乎又并不那么令人惊讶。不仅仅是戴维斯，整个湖人在面对掘金时都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束缚，患上了掘金恐惧症。102比127的比分让湖人在常规赛中对掘金的连败纪录扩大到了5场。追溯上一次湖人在常规赛中击败掘金，还要回到2022年12月26日，那已经是接近2年的时间了。而在季后赛的舞台上，湖人更是连续2个赛季被掘金队淘汰出局，2轮系列赛总共只赢得了1场比赛的胜利。如果将常规赛和季后赛的交锋都计算在内，两队在最近的14次交手中，湖人的战绩仅为1胜13负。更为扎心的是，在常规赛面对掘金的5连败期间，湖人场均净负对手 13.6 分，其中只有1场比赛的分差在个位数以内。NBA 的赛场上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如此正儿八经的恩怨对决了，而随着湖人的连续失利，掘金与湖人之间的故事线开始逐渐增添了一丝恩怨的色彩。这段恩怨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两队在冠军之路上的激烈较量。2020年季后赛后科比时代的湖人首次与掘金队在季后赛舞台相遇，彼时詹姆斯与戴维斯的新组合正春风得意，而约基奇则刚刚步入1线球星的行列，尚未达到巨星的地位。那一年他首次入选最佳阵容，全明星之旅也仅仅是第2次。在西部决赛中，湖人依靠着戴维斯、麦基和霍华德组成的强大内线阵容，对约基奇实施了严密的包围战术。最终戴维斯一记3分压哨绝杀，带领湖人以4比1的总比分优雅地横扫了掘金队。那轮系列赛不仅为湖人的夺冠之路铺设了坚实的基石，也成为了约基奇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，激励着他从一名球星向史诗级巨兽的蜕变。从2020至2021赛季开始，约基奇的数据迎来了爆炸式的增长，他荣获了 MVP 奖项，并多次入选最佳阵容1阵，正是从球星行列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巨星。时间来到2023年的西部决赛，约基奇率领的掘金队以横扫之势复仇湖人，并最终问鼎总冠军。在这2次季后赛的交锋中，双方各胜1次，而且每当一方跨过对手，便能顺利夺得总冠军，甚至他们的总决赛对手也惊人的一致，都是热火队。在2023年掘金队夺冠后的游行庆典上，丹佛的解说员为双方的恩怨再添了一把火。
马龙教练虽然以教练之子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，但在今年的季后赛中，他仿佛成为了湖人的父亲。这一句极具杀伤力的言论让许多湖人球迷忽略了其出处，转而将矛头指向了马龙。更为关键的是，时任湖人主教练的哈姆对此做出了回应，在一档电视节目中，他斩钉截铁地表示，这事儿还没结束。马龙和哈姆之间的智谋较量原本被视为两队恩怨对决的一大亮点，然而时过境迁，哈姆已早早离职，而马龙却依然利用与湖人的对决为自己加冕。在这场胜利之后，他成为了掘金队史上常规赛获胜场次最多的主教练。哈姆的预言成真，这段恩怨的确还远未平息。1年后，湖人再次遭遇掘金，几乎以1-4的比分被对手逼入绝境，其中2场败北更是被穆雷的绝杀所终结。穆雷这位实力深不可测，每逢对阵湖人便状态爆棚的球员，成为了两队恩怨故事中新的关键角色。威少重返斯台普斯中心，尽管上半场得分挂零，但他凭借坚韧不拔的努力，将全场命中率提升至60%，贡献了14分、7个篮板和11次助攻。一记振奋人心的补扣，以及一记针对救主的精准3分，都透露出一种宿命的味道。尽管湖人与掘金的恩怨故事仍在继续，但如果湖人持续被掘金如此压制，那么再精彩的恩怨对决，最终也可能沦为一边倒的乏味比赛。比赛初期，湖人或许还沉浸在浓眉与詹姆斯联手创造奇迹的幻想之中，然而现实却如同冷水浇头，浓眉仿佛被遗忘咒语所困，整场比赛状态低迷至极。面对约基奇与小乔丹这2位内线巨塔的严防死守，浓眉在低位进攻时显得力不从心，即使是他最擅长的篮下强攻也失去了往日的威胁，就像一座巍峨的高楼在约基奇的重拳之下轰然倒塌。更令人遗憾的是，浓眉的外线投篮手感也冰凉如铁，6英尺外的9次出手仅命中1球，仿佛每一颗篮球都在篮筐边缘滑落，化作了无奈的空心遗憾。而在防守端，他也未能有效限制住约基奇的发挥，2位高大的中锋在场上激烈碰撞，却未能擦出火花，反而陷入了混乱与挣扎。至于詹姆斯，尽管他送出了7次助攻，但6次失误的滑铁卢却让球队的进攻陷入了停滞。掘金的防守策略清晰而有效，他们紧紧盯防詹姆斯的突破，不断延误他的回防速度，并严密封锁他的传球路线。到了第3节，詹姆斯的体力已几近枯竭，进攻端彻底失去了节奏。反观掘金队，约基奇与威少的组合仿佛一对调皮精灵，他们的节奏变幻莫测，令人琢磨不透。约基奇这位球场智者表现得稳如泰山，他的每一次传球都仿佛预判到了对手的下一步动作，不仅让防守者束手无策，就连湖人自己也被他的传球路线绕得晕头转向。整场比赛中，约基奇贡献了34分和8次助攻，他不仅自己得分如探囊取物，还为布劳恩、小波特等队友创造了大量得分机会，展现出了控场大师级别的统治力。威少无愧于疾风闪电的称号，他的速度与突破如同脱缰野马，势不可挡。在比赛的第4节，威少成为了湖人防线的噩梦，他凭借那股不屈不挠的劲头，硬生生地撕开了湖人的坚固防线。全场贡献14分11助攻的他，在替补登场后展现了一波凌厉的反击，令湖人后卫线措手不及，仿佛让人们看到了他巅峰时期的影子。在防守端，掘金队犹如一身身披铠甲的勇士，将湖人的进攻拆解得支离破碎，仿佛让湖人在进攻端陷入了迷雾森林。掘金采取的防守策略既简单又高效，他们通过延误对手的反位速度，封锁湖人内线的突破路径，并对詹姆斯实施了针对性的防守，使得湖人的进攻完全失去了节奏。特别是浓眉和詹姆斯这2位超级巨星，在掘金的防守天王下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锋芒。在防守端，掘金队更是滴水不漏，他们紧紧盯防每一个潜在的空位3分机会，将湖人的外线火力彻底熄灭。进入第3节，湖人彻底迷失了方向，詹姆斯5投仅1中，浓眉更是7投1中，2位核心球员在这一节几乎陷入了得分荒，而掘金队则像是开启了无敌模式，他们在外线频频发难，单节命中5记3分球，彻底击垮了湖人的信心。尤其是威少与约基奇的默契配合，更是成为了对手眼中的噩梦。威少突破分球，约基奇妙传助攻，3分线外一箭穿心，球场上的节奏完全掌握在了掘金队的手中。尽管湖人并不甘心就此缴械投降，但在掘金队那势如破竹的攻防转换和精妙绝伦的配合面前，他们也只能无奈地目送比分差距越拉越大。
即使换上了全部主力球员，面对掘金队的强大攻势，湖人也显得力不从心，只能接受失败的命运。对于湖人而言，这场失利不仅仅是常规赛的一次挫败，更是他们在面对掘金时的一次深刻警醒。若想在季后赛中有所作为，湖人需对当前阵容做出更为有效的调整与优化，特别是要强调内线的对抗实力，以更好地应对约基奇领衔的掘金队那坚不可摧的前场堡垒。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还没看够，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，那就点点订阅。卢宇我期待和你一起上球。